澳洲只有36天燃油库存，纽西兰却能撑50天。当我第一眼看到这份刚刚出炉的最新官方数据时，说实话，我背脊是发凉的。这不是什么危言耸听的末日电影情节，这是现在此刻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新闻。想象一下，36天就只有1个多月的时间，如果明天国际海上运输线路出点什么意外，或者哪个重要海来突然被封锁，36天后，澳洲的加油站就会挂上售罄的牌子，你的车开不出门。这还只是小事，更可怕的是，超市的货架会迅速空掉，因为卡车没油了，包裹送不到，甚至连发电厂的运作都可能出问题。这不仅仅是几个数字的差距，这是攸关整个社会能不能正常运转的生存底线。很多人看完这种新闻，滑一下手机就过去了，觉得这离自己的生活很远。但我告诉你，如果你也是这种心态，你绝对会错失接下来几年最大的一波财富转移机会。今天我会把这层窗户纸彻底捅破，我会结合我自己亲身经历的真实案例，给你扒一扒这2个国家数据差距背后的深层真相。更重要的是，我会告诉你这背后的未来走势和隐藏的赚钱机会到底在哪里，以及这些政治决策会怎么悄悄掏空或者塞满你的钱包。影片的内容非常硬核，建议你先点赞收藏，一定要看到最后，因为在影片结尾我还准备了一个超级 bonus 给大家，一份针对目前这种地缘政治局势下的防御性投资小清单，绝对能帮你看清未来的钱到底正在往哪里流。澳洲最新燃油库存数据曝光后，引发外界对2国能源安全差距的关注。根据澳洲能源部向国会提交的最新资料，澳洲目前的汽油、柴油与航空燃油平均可支撑约28至36天，远低于国际能源署建议的90天标准。澳洲本地仅剩2座炼油厂运作，且高度依赖进口，使其燃油供应在全球局势紧张时显得格外脆弱。与此同时，纽西兰商业、创新与就业部公布的3月初数据显示，纽西兰的燃油总库存为汽油49天，柴油54天，航空燃油50天。表面上看似比澳洲安全得多，但其中相当部分属于在途库存。例如，汽油的49天中有22天仍在海上，柴油更有超过一半尚未抵达。这意味着纽西兰真正可立即使用的库存远低于官方总量。2国虽然同样依赖进口，但澳洲的可用库存天数偏低，而纽西兰则受限于在途依赖度高，一旦全球供应链再受冲击，2国都可能面临燃油价格急升与供应紧缩的压力。只是澳洲的风险更早、更直接浮现。当你看到这组最新官方数据的时候，你以为纽西兰赢了吗？你以为住在纽西兰就比较安全吗？我告诉你，如果你只看表面数字，你可能会死得很惨。现在纽西兰所谓的安全感，其实是建立在老天爷保佑全球航运不出事的基础上。一旦海上供应链出了问题，那几十天的库存就是一张擦屁股都嫌硬的废纸。为什么我对燃油库存这个话题这么敏感？其实跟前几年我的一次亲身经历有关，那次也是碰上极端天气，引发了局部的物流短暂瘫痪。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晚上我下班回家，车表板上的油量警示灯已经亮了，只剩下1格油。我心想，随便找个路口加满就行了。结果我开着车连续跑了3个加油站，全部大排长龙，车龙甚至排到了大马路上，造成了严重的塞车。当我好不容易排到第4个加油站的时候，工作人员直接拉起了封锁线，跟我摆摆手说没油了，明天请早。那种感觉你懂吗？看住油表闪烁，看住周围人因为抢不到油而焦虑暴躁。我当时坐在车里，真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和窒息感。那只是短短几天，一个城市的局部中断而已啊！你想想，如果是整个国家面临断油呢？我们现代人自以为掌控了一切，但其实我们的生活脆弱的就像建立在石油管道上的一座纸牌屋，只要轻轻一推，瞬间崩塌。这种心理上的恐慌比缺油本身更可怕。当你在黑暗中不知道下一缸油在哪里的时候，那种对生存的本能焦虑会让你失去所有的体面。我当时就在想，如果这种情况持续1个月，这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人们会为了最后1加仑汽油大打出手吗？这不是开玩笑，这就是当储备数据见底时，每个人心里都会浮现的恐惧。就在我们坐在这里讨论这36天和50天数据的时候，地球另一端的伊朗局势正在把我们推向悬崖边缘。很多人会觉得中东离我们几万公里远，伊朗闹成怎样关我们澳洲、纽西兰什么事？如果你这么想，那就真的太单纯了。你必须明白一个现实，我们这2国虽然在地图上看起来像世外桃源，但我们的血管其实一直连在中东的油井上。
新加坡那些炼油厂加工的原油，绝大部分都要经过那个宽度只有几十公里的荷姆兹海来。现在伊朗的局势就像一个随时会炸的万吨火药桶，只要那边的战火一升高，或者伊朗真的被逼到绝境去封锁海来，全世界的能源供应会瞬间窒息，这种窒息感会像闪电一样传导到澳洲的加油站。你想想看，澳洲那36天的库存，扣掉运输和分配的时间，真正能支撑社会运作的时间可能更短。而纽西兰那22天还在海上飘着的汽油，如果遇到战事升级，保险公司立刻就会把这条航线列为禁区，那些油轮根本不敢开进来。这就是我说的数据背后的谎言。这就像是你明明快饿死了，却在那里看住手机上的外卖订单，说我还有3天份的口粮，但你忘了外卖小哥可能因为路上封路根本送不到你手上。这种心理压力才是最折磨人的。我认识一个在中东做物流的高管，他私下跟我说，现在大船经过那些敏感海域时，连呼吸都是屏住的，甚至要雇佣私人武装随船，这增加的每一分成本，每一秒延迟，最后全都要你和我去买单。当我们在电视上看着伊朗的导弹和军事演习时，其实我们看的是自己未来半年的银行账单。如果局势真的恶化到失控，油价不是慢慢涨，而是会像火箭一样喷发，到时候你可能加一次油就要花掉大半周的薪水。这种对未来生活成本失去控制的恐惧，会彻底摧毁一个中产阶级的安全感。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是一场生存豪赌。政客们为了省钱拆掉了自家的炼油厂，把我们所有人的命运都交给了那个极度不稳定的国际供应链。这不是简单的能源问题，这是一场国家级的战略失误。我们现在就像是在高空走钢丝，下面不但没有防护网，钢丝的另一头还掌握在随时可能翻脸的人手里。这种无力感会让你开始怀疑，我们一直以来追求的稳定生活到底有多虚假。但就在这种集体焦虑的背后，我看见了截然不同的东西，那就是财富重新分配的巨大推动力。每当人类社会感到极度不安全的时候，钱的流向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你现在还在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子里，觉得这一切都会过去，那你就是在把致富的机会拱手让人。我们要看透这场混战，看清楚当那条气管被掐住的时候，谁会是那个提供氧气的人。这就是我要带大家深入去看的底层逻辑。这14天的差距不只是数字，更是两个国家在风险应对上的巨大分歧，也预示了未来5年我们个人财富布局的唯一方向。这14天的差距到底是怎么来的？为了让大家秒懂，我不用那些什么供应链韧性、战略原油配额之类的火星文，我们就拿生活里最俗气的事情来打个比方。想象一下，你有2个邻居，一个叫澳洲，一个叫纽西兰。澳洲这个邻居呢，以前家里是有个大厨房，也就是炼油厂的，自己买菜自己做饭，但后来他发现，哎呀，每天煮饭洗碗太麻烦了，而且隔壁亚洲那些外卖店做的又便宜又快，于是澳洲做了一个超大胆的决定，把家里的厨房拆了改成了仓库。从此以后，他家90%的饭菜全靠在网上点外卖，让船运公司送过来。这个模式在太平盛世的时候简直完美，省钱又省事，但代价就是家里没有余粮。一旦外卖小哥在路上遇到台风，或者外卖店突然停电不做了，他家立刻就得饿肚子。这36天就是他冰箱里仅剩的那点剩菜剩饭。那纽西兰这个邻居呢？他其实也把自家的厨房给关了，但他比较有危机意识，他知道自己住在地球最边缘，外卖要是送不到，那可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所以纽西兰政府强制规定，不管怎样，你家里必须买一个超大容量的冰柜，给我塞满50天的冷冻水饺和肉。这就是纽西兰那50天库存的真相，是花钱买来的安全感。但你看懂这个底层逻辑了吗？这根本不是什么技术问题，这是一个国家在省钱和保命之间的政治博弈。过去这10几年，全世界都在玩全球化，大家觉得只要有钱，什么都能买得到。澳洲的政客们为了让财报好看，为了让大财团的利润最大化，把能源安全的底线一降再降。但现在世界变了，你看看现在的国际新闻，今天这里打仗，明天那里制裁，哪来什么绝对顺风顺水的运输线？潮水一退，真相全摊在阳光下，官方数据一公布，所有掩饰都站不住脚了。澳洲的政客们现在也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不仅仅是政客的失职，这直接决定了你明年要交多少电费，买多少钱的菜。当然，油供应变得这么极限的时候，反映到我们生活里就是万物齐涨。因为在澳洲和纽西兰，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靠卡车拉的，油价涨10%，你的西红柿可能就涨20%，因为物流公司要自保，他们会疯狂加价。
这就像我认识的一个开连锁餐厅的老板朋友，他为了省人工省电费，把自己的中央厨房给拆了，全部改用预制菜，每天等物流车送货，短期看报表美得不得了。结果有一年大风雪，物流断了3天，他的餐厅门口排满了客人，厨房里却连一颗鸡蛋都拿不出来。他当时跟我感叹，我以为我省了钱，结果我赔掉了整个招牌。现在的澳洲和纽西兰就是那间拆了厨房的餐厅，他们为了追求短期的财政数字好看，把最核心的生存主权给卖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如果你现在还只会被动接受物价上涨，那你就是在坐以待毙，但危机背后永远站着财富。聪明的人现在都在看什么？我告诉大家一个我正在布局，也是未来几年最大的走势，那就是能源韧性产业的全面爆发。既然国家靠不住，大企业和有钱人就会开始自救，这就是你们的赚钱机会。第一是分散式储能设施，既然大油库存不住，未来的工厂、农场甚至大型社区都会需要自己的独立储能系统。如果你是做工程的、做外贸的，或者是找投资标的的，去看看那些提供独立能源解决方案的公司，这不是环保问题，这是防御性物资。第二是物流自动化与效率革命，油价贵，供应不稳，意味着谁能用最少的油跑最远的路，谁就是王。那些开发 AI 配送系统、优化航运路径的技术公司，现在就是资本眼里的香饽饽。第三个赚钱机会是大宗商品的近岸化，既然海上航线已经变得不可靠，澳洲和纽西兰政府迟早要被迫补贴本地的加工业和制造业。你要去观察那些政府开始回流，开始给税收优惠的本地企业，虽然现在还在萌芽期，但这就是未来5年到10年的财富风口。很多人看到这种新闻，只会抱怨以后油价肯定又要涨了，生活成本又要变高了，这就是典型的韭菜思维，只看到了生活里的困难，却看不到资本流动的轨迹。当我们知道一个国家严重缺乏某种安全感，而且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致命弱点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政府会开始疯狂砸钱补救，这就是我们普通人能够抓住的时代红利。既然我们知道能源危机感会在未来几年成为常态，那你未来的投资布局就要跟住变。我不会叫你去买什么原油期货，那东西波动太大，小白进去骨头都不剩。你要看的是替代性独立能源的相关产业。既然国家的油库存不住，老百姓和企业为了自保会干嘛？他们会想办法让自己不依赖这张脆弱的网。所以你看那些做家用太阳能系统、做大型电池储能，甚至做微型电网的企业，这不仅仅是为了环保，现在这是为了生存防御。其次是本地基础设施建设，澳洲政府要补救这36天的漏洞，就必须要在本土建更多的储备设施，甚至可能要重启或者补贴一些本土的能源加工厂。当政府的财政预算大笔的往这个方向倾斜的时候，这条产业链上的公司想不赚钱都难。未来的走势我帮大家总结成一句话，能源的主权化将会全面取代能源的全球化。这意味着未来几年，澳洲政府为了补上这14天甚至更多的缺口，必须要进行一场能源大补课，这会导致2个不可逆的结果。第一是税收会增加，因为盖储油槽，给炼油厂补贴，钱全部要从纳税人口袋里出。第二是通膨会变成常态，因为本地生产和储存的成本永远比从海外买现成的贵。所以如果你还在傻傻的存钱，觉得只要省吃俭用就能过好日子，那你真的太天真了，你的购买力正在被这些能源税和溢价成本悄悄偷走。你必须要学会像政治家一样思考风险，像资本家一样配置资产。未来几年能在本地进行能源加工和储存的公司就是国家的命脉。如果你有关注股市，别去看那些纯贸易商，要去搜那些拥有本地基础设施或者在开发新型液流电池储能的公司。这些公司在平时不显眼，但一旦国家进入能源保卫战，他们就是政府跪着也要保住的对象。同时关注关键矿产的上游节点，既然大家都在说要摆脱燃油依赖，那势必要转向电力，但你以为电力就安全吗？发电和存电需要大量的锂、铜、镍，澳洲是这些矿产的宝库，但你要看的不是挖矿的公司，而是精炼和加工的公司。谁能把石头变成电池级的材料，谁就是下一个时代的石油大亨。另外要避开物流敏感型房地产，这是我个人的私房建议。如果你要在澳纽置业，尽量避开那些极度依赖长途卡车配送的偏远新区，未来运输成本上升，这些地方的生活品质会大幅下降，租金回报也会被高昂的物价吃掉。相反，那些靠近铁路节点或主要港口核心区的物业，抗风险能力会强得多。
说实话，我讲这么多不是想让你害怕，我只是想告诉你，这个世界运行的规则已经变了。以前那种只要努力工作就能致富的线性思维，在现在这种复杂的地缘政治面前已经失灵了。你必须明白，36天还是50天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当危机真正来临的那一天，你已经做好了准备。这个世界从不亏待那些有备而来的人，当别人在看热闹的时候，你在看机会。当别人在恐慌排队加载汽油的时候，你已经坐在家里看住自己提前配置的资产稳步增值。这就是认知差距带来的阶级跨越。我希望我的观众在面对未来不可避免的能源震荡时，手里握着的是筹码而不是账单。我们这两国虽然数据上有14天的差距，但本质上都是在与时间赛跑，政府的动作永远会比市场慢半拍，而这半拍的时间差就是我们普通人翻身的最后视窗。现在如果你手里还握着大量的现金而不去进行任何防御性配置，你就是在看住自己的购买力在未来的通膨海啸中蒸发。记住，数字会骗人，但逻辑不会。当供应链的脆弱性被公之于众，当伊朗的局势让全球能源动脉跳动不安，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命运握回自己手里。好了，既然你非常有耐心的看到这里，说明你是一个真正有眼光的行动派，也是一个渴望在乱世中守住家业并实现跨越的人。到了答应大家的 bonus 时间，我现在就直接在这里告诉大家3个在这种地缘政治乱局下最核心的财富自救锦囊。这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理论，而是你可以立刻思考的实战逻辑。第一是重新定义你的现金储备。在燃油危机预期下，现金的流动性虽然重要，但你更需要配置一部分能源等价物资产，比如那些拥有实体油库租赁权或天然气管网收益的公司。当油价飙升时，这些公司的分红就是你抵消生活成本的最佳防护罩。第二是观察澳洲和纽西兰政府的紧急补贴流向。未来2年，这2国政府为了填补那几十天的库存缺口，一定会大举补贴本地的模组化储能与智慧电网基建。你要关注那些已经拿到政府合同，规模虽然不大，但拥有专利技术的本地中小企业，这就是所谓的政策红利型增长。第三是建立你个人的物价防御墙。如果你有闲置资金，与其放在银行贬值，不如考虑投资那些具备能源自给自足能力的商业地产或农业项目，因为当外部能源被切断时，拥有独立功能系统的资产价值会瞬间暴涨。这3个锦囊是我这几年观察地缘政治对冲风险的精华，它们能帮你在乱世中建立起第一道财富防火墙。如果你听完之后觉得热血沸腾，但又苦于不知道具体该买哪一只股票，什么时候进场，或者在哪个价位止盈，那么接下来这件事对你至关重要。我想带你更深入地看清那套我已经在后台实测过的澳纽能源危机精确布局方案。这套方案不仅仅是理论，它包含了几家在澳洲和纽西兰本地深耕，极有可能在政府补课潮中拿到天价订单的隐形冠军，以及我个人如何利用伊朗局势带来的市场波动，进行低风险套利的实战细节。如果你想优先看到这套完整的投资方案，想在别人还在排队加油的时候就已经在股市里收割红利，你可以选择加入我的会员频道，在这里你可以抢先解锁所有的核心标的与操作指南。说实话，每个月的费用比你买一杯咖啡还要便宜，但这杯咖啡换来的可能是一次让你资产在乱世中逆势增长的战略情报。如果你现在还在观望也没关系，我这个人最看重缘分。如果这支影片的留言超过500个，或者分享数达到我的预期，我会感受到大家的强烈需求，到时候我也会考虑在未来的影片中无条件公开其中一部分的核心内容，让更多支持我的朋友能避开这些能源大坑。所以如果你想推动这件事，现在就动手指去评论区留言，顺便把这部影片转发给你身边那些还对36天库存一无所知的人，这不仅是帮我，也是在帮他们看清未来的生存真相。最后，我必须要严肃地提醒每一位朋友，今天我在影片里分享的所有数据、案例以及对未来走势的判断，包括刚才那3个锦囊，纯属我个人的研究心得与分析意见，这不构成任何形式的法律建议或绝对的投资指令。市场是瞬息万变的，尤其是现在地缘政治这么混乱，伊朗局势、海运风险、各国政策的转向，每一项都充满了不确定性，投资一定有风险。大家在做任何决定之前，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进行独立思考与风险评估，千万不要盲目跟风，要对自己的钱袋子负责。那么听完这36天与50天的生存博弈，如果是你，你会选择继续相信政府的应急能力，还是会像我说的一样，开始悄悄布局自己的独立能源护城河？你觉得下一个爆发的财富风口会是太阳能储能，
还是本地的基建大修补？欢迎在评论区大胆留下你的看法，我会亲自去看大家的留言。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哪怕一点点的启发，请一定要给我一个关注、点赞、分享，你的每一次互动都是支持我继续深挖真相的动力。这里是赚钱角度，我们下期视频见，拜拜。